嗨，大家好！今天中午我们从游牧度假村出发，往历史古都哈拉和林前进。哈拉和林位于乌兰巴托的西侧，属于鄂尔浑河河谷，气候良好，水源充足，以牧草的肥美而著称。成吉思汗时期呢，就迁都到这里，所以他曾见证蒙古帝国最强盛的时代。川流不息的商人跟传教士到此齐聚，哈拉和林一度成为了国际贸易中心，但是后来呢，受到内战波及，受创相当的深了。因此啊，14世纪之后，这里渐渐走向没落，现在呢，成为了一个人口不多的朴实小镇。经过4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到民宿啦。民宿有2层的楼房跟数个蒙古包来组成，但是为了私人浴室，我们舍弃了蒙古包，选择了套房。只不过进入2楼的房间，发觉竟然是可爱的粉红风格，觉得蛮妙的。厕所的设备呢也非常的新颖，猜测应该是最近刚整修过吧。趁着天色尚亮，我们到附近的超市采购一些储粮，发现呢，民宿前方其实就是一整片的辽阔草原。黄昏的柔和光线使草原的绿更加温润了。隔天，民宿供应免费的早餐，虽然简单呢，但是有水果、咖啡、面包，其实已经非常满足了。餐厅的视野非常的开阔，而且早餐的时候啊，各国旅客都齐聚这里，英语、法语、韩语、日语在耳边回荡，非常的有趣啊。接下来吃完，我们就往光显寺出发。路上还遇到可爱的蒙古猫，主动来蹭我们，非常亲人呢。步行15分钟之后，光显寺到了。它建于16世纪，属于藏传佛教寺庙。光显寺由108座白色的佛塔所包围，以金蓝装饰的佛塔呢，相当的显目。16世纪，藏传佛教成为蒙古人主要的信仰，并延续至今。它的主庙由主殿、东殿跟西殿来组成。探访当天，外国旅客跟当地人其实都相当多。我们其实是好不容易才拍到了这时候人比较少的时候，不愧是著名的景点啊。20世纪初，光显寺曾被共产政权封禁，原因是因为共产主义完全的反对宗教。直到1965年呢，才整修为博物馆，重新的开放。就如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，博物馆之中产出佛像、宗教画等种种的圣物。接着我们到了寺中另外一个区域，是一个巨型的金塔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很多的鸽子都聚集在这儿，而且呢，前方还放着2面的长形板子。我们其实当下一开始有点疑惑，后来看到呢，信徒们在上面五体的跪拜，才了解到它的功能啊。达拉比兰庙呢，是光显寺内少数进行宗教活动的庙宇。除了可以看到虔诚修行的喇嘛们之外呢，亦有不少人惜家带眷的来这边参拜。接下来我们就往哈拉和林的宫殿遗址去移动。遗址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简单不少呢。据说仅存的文物都迁移到博物馆里了，现场只留下一个个方形的标示。我们也只能瞭望四周，想象这里曾经是世界贸易中心的过去。
逛完古城基，我们到光显寺正前方的商店街觅食。弧形的商店街，一边是餐厅，一边都是伴手礼店。我们随意找了家餐厅走进去，没想到呢，就吃到了超美味的羊肉汤饺，皮 Q 汤香，完全没有腥味。大家可以认明就是这一家餐厅哦。园区也有跟老鹰拍照的互动体验，但是这个小老板呢，一开口就开价了10美元，我们觉得有点太贵，就没有尝试了。接着我们造访哈拉和林博物馆。哈拉和林博物馆呢，是由蒙日合作而建的，主要收藏当地出土的雕像、石碑，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呢，应该是跟干燥气候有关。另外还有传教士为教皇传递给大汗的珍贵书信，模拟哈拉和林城跟宫殿样貌的模型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回到民宿之后，当时天色还亮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爬上民宿前方的山坡。边走呢，就见到了数不清的牛啊、羊啊，悠然的在我们身边吃草，甚至捕捉到小羊喝奶的画面呢。见到牧民们骑马赶牛，这些牛奔腾而来，我们其实有点害怕。不过呢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温驯听话呀。越过牛羊们，我们继续往上爬，越爬越高，眼前的牛羊也越变越小咯。到了顶点，仿佛整个哈拉和林都在我们脚下了，甚至我们还可以远眺到光显寺呢。光显寺的白色围墙非常的显眼啊，但爬上不久之后，开始天空乌云密布，风声大作，甚至我们还在远方看到了闪电。不久就真的下大雨了，我们只好拿起所有家当往民宿狂奔，什么照片都还没拍到啊。于是呢，不死心的我决心隔天早上再爬上去。清晨时，这些牛也都起床吃早餐了。隔天清晨，其实天色还是有点暗，不过呢，至少是没下雨了。终于如愿以偿的留下美照啦。最后的重头戏就是骑骆驼的体验了。大约开车1小时之后，我们进入一片萧瑟的沙漠里，当地称这边叫 Mini Gobi。站在山顶，真是难以形容的视觉震撼啊！牧民们十分热情地迎接，连看守蒙古包的藏獒也摇着尾巴欢迎。牧民的小朋友则秀了一手驾驭骆驼的厉害技术。当然，我们还是只能被牵着走啦。主人骑着马，领着骆驼前进。坐在双峰间，其实蛮有安全感的。习惯之后也相当舒适，坐了整整50分钟，下来也没有酸痛的感觉。整体而言，骆驼体验很值得尝试诶。近距离观察，骆驼的脚蹄好大哦，所以上下坡其实相当的稳。毛皮摸起来蛮粗硬的，但脾气很好哦，怎么搓它都没生气。离开沙漠，我们就跳上车，直奔乌兰巴托。经过5个小时的颠簸，又回到了灯光灿烂的城市。
蒙古的城乡差距惊人，分不清哪种面貌才是真实的蒙古啊。